房子、车子、孩子这三组最新数据真实的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那未来3到5年呢，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你听完这3个数据啊，自己就有答案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4号。只要一说这中国经济形势啊，只要是华人圈，他一定吵架，因为国内的媒体啊，基本上吧都是一种唱赞歌的，形势一片大好，是没有小好。你看最新发布的数据啊，无论是外贸还是其他形势啊，都在往上涨。同时啊，一些海外的媒体啊，你甭管是反贼圈还是其他的，通常呢都弥漫着一种崩溃论，好像是说古玩崩了，豪宅崩了，就连那夜总会啊都崩了。那真实情况咱们必须得分享最新的数据。我们还是分享贴近于咱们老百姓的房子、车子和人口来看。第一个，先说房子吧，这是中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70%的资产啊都压在房子上的。那现在房子的价格和销售形势啊，我们看最新的数据。万科发布2025年中期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为100至120亿元。那去年呢？去年亏损是76.13亿，这个亏损啊扩大了。那既然说亏损扩大了，总要给股民一个理由嘛，他也找了2条。对于亏损原因，一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规模显著下降，毛利率仍处于低位。第二，结合行业市场和经营环境的变化，这2条。第一条呢，用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就是规模下降了，等于房子啊没有卖那么多。第二条呢，说得很清楚，行业市场和经营环境变化，等于大家呀都不咋地。另外有组数据啊，也值得我们深思，就是什么呢？他上半年实际上已经借了大股东呢200多亿。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在深铁集团提供给万科的多笔大额借款中，都以万科云的主权作为担保。公告显示，2025年初至今，深铁集团已累计向公司提供借款155.7亿元，加上本次62.49亿元的借款，累计借款超过218亿元。大股东啊，借给他了200多亿，他仍然亏了120亿，这加起来是300亿，这仅仅是半年时间。那你就可见中国头牌的，不能叫头牌了啊，排名前10的地产公司经营成这样，你就可见其他行业啊也差不多。那我们给股民呢怎么来评估这件事哈？他自己啊也对未来的盈利有个想法，你看看到底能不能落实。他这么说的：公司对业绩亏损深表歉意。万科在公告中表示，接下来将全力以赴推进经营改善，通过战略聚焦、经营提振、管理提升、科技赋能、融合发展等措施，推动业务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公司开发业务回归良性循环，推动公司重归健康发展的轨道。唱的这高调啊，那都到天花板上了，但哪条能实现呢？我相信自己啊也应该有一个判断了。当然了，我们当然希望他这个业绩经营越来越好。那我们还分享另外一个数据，是彭博社7月15日今天最新的消息，中国6月份房价下跌速度加快，有关政府将出台更多的刺激措施日益增多这样的猜测。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不含保证性住房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下降 0.27%， 为8个月来最大降幅。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61%， 为去年9月份以来最大降幅。据彭博社根据其他数据统计，6月份住宅销售同比重挫 12.6%， 为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 11.2%，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不光是万科一家的事儿，是整个行业啊，它都在委托，无论是这个卖地啊，还是这个地产公司的投资啊，都在下降。那我们再说第二项，除了家庭最大的房子，那就是车子，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那车企啊，现在也有一些变化。最新的消息，这个是德国商报的，大众将关闭在南京的合资工厂，这个工厂生产的可是帕萨特。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帕萨特代表是什么。据德国商报报道，大众汽车及其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计划关闭位于中国南京的合资工厂，该工厂目前已停止生产。该厂此前生产的车型包括大众帕萨特和斯柯达速派，但产能已大幅缩减。工厂关闭将于今年下半年逐步进行，这将是大众在中国首次关闭整座工厂，目标是将该厂址还给当地政府，彻底不干了。就是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大众曾对上海安亭第一工厂实施部分关停，将燃油车生产迁至江苏省宿迁市，原址改为研发中心，迁到宿迁去了移征哈。去年10月份，针对大众汽车集团有关竞争、销售降本、裁员等问题，大众集团管理董事长对外说，2024年和2025年是集团转型的关键期，虽然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接下来就来简要了解一下这两个车企。上海大众作为合资的车企，也曾是风光无限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它仍然还是高峰。2015年至2018年连续4年取得中国车销量冠军成绩。相关数据显示，2014至2018年上海大众销售分别为181万、200万和206万和206万51。不过到了19年，上海大众的销量就开始呈下滑趋势。随着国内造车新势力的崛起，大众的处境更加不利。进入2024年，销量也没有起色。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7月份累计销量仅为59.31万辆，1到7月份就是卖了59万，你算上一年也就是100万出头。但原来它可是200万。实际上，中国销量最好的车子也是腰斩了。那这是大众一家的事吗？我们再来看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要进行调整。实际上，合资企业关停的情况在国内并不少见。此前，在2019年，神龙汽车就因产能过剩，关闭了神龙汽车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就是东风和法国雪铁龙合资企业。北京现代同样也是因为产能过剩，在2019年不得不暂停北京第一工厂，随后该工厂转卖给了国内造车新势力理想汽车。今年北京现代又传出，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在过去的12月已经停产，大部分工人都在放假。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车企国内卖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帕萨特一直是中国卖的排名前3吧，虽然它贵，有的能达到20万到30万。这帕萨特它代表了一种身份，因为在国内的公务员体系中由于文化环境的因素，它基本上不买日系车，也不买美系车，因为有时候它不安全，万一给你砸了呢。但你要买德系车相对来说从来就没有被砸过。所以说上海大众帕萨特有的时候是一种官车的象征。正初级以上能配奥迪 1.8 了，甚至是 2.8 更多。但是你科员以下呢，开个帕萨特常见的，不信你就到中国的各大这个政府机关你看看，基本上大众能占到1/3，甚至更多，是远远超过日系车、美系车和法系车的。那既然这么庞大消费力的市场都不买了，你就可见的形势就到这儿了。另外我想说一下，刚才咱们讲的是车子和房子，那人口呢，在今年的上半年我曾经分享过一个数据，这是联合国人口署他做的一个预测，就是从2025年到本世纪末的2010年，剩下不还75年嘛，
第一大人口啊依然是印度，但那时候中国人口剩多少人呢？它显示能剩6.3亿人。这个数据我以前节目公开过啊，大家可以翻译一下。这个是国外的数据。那我们啊分享一个最新的中国人自己做的预测，就是从2025到2100未来的75年中国人口变化，我感觉这个数据啊还不如联合国呢。先说一下发布机构啊，这个是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和清华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清华的，你还怀疑它的水平吗？这个表大家可以仔细看，它分为高出生率、低出生率和中出生率。即使按照最高的出生率，到了75年后，中国人口啊也仅仅是5.3亿人，你敢相信吗？关于这个详细数据啊，我给大家来聊一下哈。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显著下降。2022年和2023年连续2年出现人口只有900多万。上一次中国出现这一规模的出生人口，还要追溯到抗战时期的1943年至1944年，是特殊时期，就打仗的时候、战乱的时候才生了900多万。且当时中国人口基数只有4亿。以目前我国14亿人口之众，每年出生900万新生儿，揭示了中国正面临超低生育率的挑战。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和劳动力的萎缩，加剧人口老龄化，并引发劳动力人口减少与失衡。人口下降将减少一个国家的生产消费能力以及整个经济的动能。人呢，实际上是经济的动能。咱们再往下看，若当前出生率保持不变或进一步下降，在保持现有的死亡率情况下，中国的出生人口总数及年龄结构到本世纪末，中国仍然是人口大国吗？这是本次报告主要回答的问题。本次报告从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力等维度分析中国人口2025至2011年的趋势，阐述中国人口面临的形势与挑战。他说的挑战呢，既是给国家层面的，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也有参考意义，尤其是你在中国有企业的，毕竟你也得吃这块市场。好，他给出了答案。在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情况下，65岁老龄化人口抚养比例预计2050年达到 48.8%， 届时大约每2个劳动者抚养1个老年人，就是25年后。2050年到2010年，人口老龄化负担将进一步加重，预计2086年达到峰值的 85%， 就相当于1个人就养1个老人了，1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鉴于当前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建议系统测算我国在未来人口规模和结构下，到本世纪末对基础建设的需求和维护成本，就是有些公路啊、铁公鸡还要不要搞了？你搞了最后没那么多人，你不是浪费了吗？机场不是废弃了吗？但现在的钱还要不要花？当然我说的比较直接啊，人家说的比较文艺。再往下看，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优质的教育资源建设、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他说的就是关于教育啊，包括这个新生没有这么多了，还要盖这么大学吗？还要盖这么多小学吗？没有必要了啊，盖了也是浪费。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市场。他提到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中国很多企业我说的是外资企业，它可能要进一步外迁，因为这种趋势这几年已经产生了，未来呢可能会加剧这种趋势。对于目前的失业率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老外都走了，剩下咱如果不掌握这个技术，不掌握专利，你光有劳动力，光打螺丝，但没人这么多人给你打螺丝，你不能互相打螺丝吧？所以这个对于接下来的失业率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事儿。那我们回归一下啊，大约我的观点呢，就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视角和自己现实的家庭规划。如果说你的企业能够掌握核心技能或者掌握别人不掌握的资源，
你在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说75年，你还有的做，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如果说你都不掌握这个东西，我就是靠服务好，靠我的压低成本，这个是条死路，因为大家都在拼服务。你一天8小时，他一天工作是12个小时，你一天吃3顿饭，他也许一天只吃2顿饭，就馒头大葱他也给你干。这种只能是内卷，卷的都是自己人，最后终究是一个死路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也有，你比方说李嘉诚呢，他就采取自己的资产的全球布局啊，还像那个潘石屹，他现在主要是纽约生活啊，资产有一部分也在海外进行投资，无论是房地产的还是其他的方面啊，也就是地球终究还是个村子，你在维持自己包括下一代的发展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这3个数据的测算，你就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了。好吧，关于这件事儿，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探讨。再见。